Hello， 各位歌序 Workshop 频道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法兰克，我是 Sharon。好，我们今天呢来到这里是风光明媚的芙蓉海水浴场。我们今天要来帮大家来介绍新的 Watch Ultra， 还有新的 Watch 7哦，因为我们这两款手表才刚7月初发表，那现在我们要来带大家深度的体验。什么新功能可以介绍给我们的伙伴呢？我们就仔细看下去吧。Go！这次呢 ，Watch Ultra 有多了所谓的综合运动跟铁人三项这些功能。运动功能之前就有了，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有不一样啊！之前运动功能还记不记得它都是一项一项？对，我要一个一个切。跑步归跑步，骑车归骑车，对不对？没错。那你知道铁人三项有哪3种？游泳、单车，还有一个有点不太记得。来，铁人三项哦，它是游泳、单车、跑步，但是这个运动最特别，它是连在一起比的是耐力，所以他们在比赛的时候，选手呢是包含中间切换运动，时间都算进去。那这时候如果我们还在那边一项一项切，会浪费他们太多时间。拿起你的 Watch Ultra， 把手表左切换到左切综合运动这个画面，点进去看一下。点进来，对，点进去看一下，你有没有发现，就有所谓的游泳、单车、跑步。对，好，那这时候点进去第一个，我们可以先设定我们要的目标，因为他们通常是比的就是所谓的可能是里程或时间。比如说，我们可以先点开放水域，然后我们比如说我们就设定时间或者是公里数，然后接下来我们就完成之后，对不对？我们再依序去设定好所谓的脚踏车跟跑步。好，比如说我们点进脚踏车里面之后，对不对？然后我们再往下滑，它会有一个所谓的分段指导。那这个分段指导的用意就是说，你可以设定，比如说你要每几公里，手表会提醒你一次，就是跟你讲你现在进度到哪了。然后再来还有个心跳区间，对不对？对，心跳区间很重要啊，就是我们6代有提过，就是里面有分5个区间，跟你讲你现在运动强度够不够。这个比耐力的比赛来讲也很重要。哇，很方便。对，那好，比如说我们就返回之后，对不对？好，我们按一下这个铁人三项，然后按开始，然后你看它就会进入游泳模式。对耶，对，这时候它这个是水中锁定，你现在就是可以放心的直接去游泳。这时候这个模式下会有个问题，就是你会发现不能按，对不对？因为它是为了防止你水中误触。我们现在比如说，假设我们游泳完了，我们是要切换到下一个运动区。这时候来帮我长按右上角这个按键，先解除水中锁定。比如说你离开水面，有没有？这时候会有这个声音，对。好，刚刚雪人这样游泳的感想如何？我觉得它很棒。Ultra 上面呢，我可以看到我的心率啊，跟我的划水次数，其实是非常便利的。所以我觉得说呢，即便你是不会游泳的人的话呢，也可以带它来体验使用看看。对啊，雪人，我们还有下一项运动，我们往这个方向走吧。走。好，现在呢，我们就要来第2项运动啦，记得切换到我们的下一项跑步哦。那我们等一下开始跑，谁先到饭店的话呢，谁就赢，输的那个请喝啤酒。没问题，走。偷跑。哇！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 Ultra， 它真的心率呢测量得非常精准。刚刚跑了一阵子回来，你看它的心率真的是跳得非常的快速。好了，刚刚我们已经结束呢，我们铁人三项的运动啊。另外一位主持人雪人呢，因为他实在是太卖力在游泳跟跑步，所以他现在不小心就自然的躺在沙滩上睡着了。好，所以我们就宣告我们的铁人三项体验活动经由游泳、跑步之后，我们的单车我们这个就没办法再进行下去。不过呢，我可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次的数据，这个体验数据很漂亮因为我们其实还是有经历过所谓的游泳跟跑步的阶段。大家可以看一下，你看我们进到神庄 Hills 就会有一个完整数据，在开放水域游泳的记录跟包含跑步的记录，单车刚刚就提到我们就自动结束了而且它下面还会给你一些成绩的徽章，跟你讲说其实这个运动它呢这个项目来讲，就是真的你只要启动这个铁人三项，它就呢可以快速的帮你完成这3种运动。我们现在要来做所谓的这个我们跑步的测试嘛，那先跟大家讲其实现在运动的时候，它其实定位非常快，大家可以看一下比如说我现在先启动跑步，它就会马上定位到现在我所在位置它为什么这次可以这么快？因为它这次有内建所谓的双屏 GPS 定位就是 L1 加 L5。等一下我就先按下开始先来跑1圈，然后等一下再来示范怎么样记录圈数。好 ，OK，Let's go。那接下来我们就用我们手机来看一下我实际的一个数据画面。第一个，我们以前的看到你的运动时间你消耗的卡路里、你的心率之外，对不对？然后呢，这个地图这也蛮棒的，因为刚刚有提到，因为有双屏 GPS 定位，它现在来讲其实它记录的很快速。如果说我们长跑这个路径，我们要怎么样把路线绘出？其实也很简单，我们就点右上角点，对不对？然后呢，第3个选项叫储存路线，你可以在下面这边它就记录你是跑步，然后你可以重新命名。储存之后呢，你看路线你可以直接汇入到我们手表中去做使用。当然，你也可以再去其他地方跑步来去新增各种路线。然后再来我们往下看刚刚其实我有手动按那个圈数，有没有？你可以看到6秒的时候，还有1分21秒的时候就是我有手动记录圈数，然后包含心率，跟我们提醒说，你现在的5个区间是哪个区间？那重点是你跑步的人啊，其实会建议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叫做进阶
跑步量测指标。好，点进去之后，我的不对称很优秀，触地时间表现不错，成功时间表现也不错，但是我的规律性跟刚性有待加强。那我相信有很多观众朋友一定不懂，看一下右上角是不是有个这个惊叹号？我们把它点进去，点进去其实它上面就会有给你解释说，关于进阶跑步量测指标，它的一个重点比如说它就会写不对称指的就是双脚跟地面接触的时间差异，规律性指的是肢体动作的协调性，刚性就是跑步期间身体的垂直刚性，垂直刚性降低可能是疲劳的象征，我觉得很准。为什么？因为刚刚前面有游泳完，其实有点累了，所以现在跑，我真的觉得这个数据我觉得蛮精准的。好，那提供给大家参考喽。